在佛法的教义中，有5种行为看似无害，却会悄然损耗修行者的福报。即便是最虔诚的信徒，也可能因无意中的偏差而迷失在修行的道路上。韦陀菩萨，这位被尊奉为护法神的佛教神祇，将亲自显现，揭示5个修行中的误区，帮助我们明白何为真正的福报。韦陀菩萨不仅是佛法的守护者，更是智慧的象征。他以其神力护卫着佛法的真意，提醒每一个信佛之人。江南一座古老的寺院内，有一位年轻的居士，名叫李明。他从小家境贫寒，但自小便生有一颗虔诚的心。虽然贫穷，但他始终对佛法充满信心。每一天，他都会坚持不懈地前来寺院礼佛，尤其是在韦陀菩萨像前，李明总会恭敬地拜3次，双手合十，心中默念着祈愿。李明的虔诚不只体现在拜佛上，他还总是乐意为寺院做些杂物。每天早晨，他会提前来到寺院，扫地、劈柴、挑水，做着许多别人不愿做的琐事。寺中的僧人们都知道，李明的善心深厚，几乎没有任何活计他不愿意帮忙。许多人都夸他是一个有着大善根的年轻人，仿佛修行的果报就在他身上体现。然而，尽管李明这么用心修行，最近一段时间，他却感到生活越来越不顺，家中的生意陷入困境，曾经商讨过的婚事也突然无缘无故地破裂了。这让李明心生困惑，自己如此虔诚，为何修行多年，仍然面临如此多的困境？他内心充满了疑惑，心中有一个不解的问号：难道是我做错了什么？他开始质疑自己，自己明明每天都来寺院礼佛，自己付出了所有的努力，为什么福报反而没有显现？他的困惑逐渐加深，心情也变得沉重。他甚至开始怀疑自己是否在修行过程中犯了某些无法察觉的错误。这一切，李明将其归咎于命运的不公，认为自己所遭遇的困境或许是佛陀的安排，但他不敢对任何人提起自己内心的苦闷，始终独自承受着这份困扰。即便他每天的努力没有丝毫懈怠，可心中的焦虑与不安却日益加重。一天，寺院里的一位智慧长老注意到了李明的不安。智慧长老是寺中的主持，年纪已经很大，但他目光如炬，修行多年，德高望重。他看到李明的神情沉重，便走了过去，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。李明，最近你似乎心神不宁，是不是有什么困扰？长老温和地问道。李明低下头，沉默了片刻，然后缓缓地说道：长老，我一直很努力地修行，每天不敢懈怠，但最近我的生活却变得越来越不顺。我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，为什么福报迟迟不来，反而遭遇了这么多不如意？长老静静听着，面容平和，嘴角微微上扬。修行不仅仅是通过外在的仪式去积累功德，更重要的是内心的净化与真诚。他停顿了片刻，似乎在思索如何表达接下来的话。你觉得自己每天都很努力，是不是有些地方自己并没有真正理解修行的核心？李明愣了一下，心中突然产生了疑问。长老的意思是，我的修行做得还不够吗？智慧长老轻轻点头，学佛修行不是仅仅注重外在的功夫和仪式，关键是内心的真诚与清净。很多时候，我们会觉得自己做的很多，实际上却忽视了内心的执念与烦恼。外表的修行可能只是形式，若内心未能真正清净，那一切努力就可能只是徒劳。李明听后，心中不禁一阵震动。他回想起自己这些年如何严格按照寺院的规矩修行，每天早晚不间断地来礼佛、烧香拜佛，祈求佛祖保佑，但似乎从未真正关注过自己内心的状态。他深感迷茫，不知道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。长老似乎看透了李明心中的疑惑，继续说道：修行是一种心灵的净化，不是为了表面的光鲜亮丽，而是要内心真正的清净与宽容。每个人都在修行的路上有不同的起点和感悟，
不能只是通过外在的行为来衡量内心的进展。他停了一下，轻声补充道，有时我们在无意识中做的某些事，反而会损耗我们应得的福报。李明听着长老的开示，开始意识到，也许自己在修行过程中过于注重了外在的形式和行为，而忽视了内心的纯净和智慧。这种不自觉的偏差，可能导致了自己无意间远离了修行的真正目标。就在李明陷入深深的思索时，寺院里的一位老和尚悄然走进了大殿。这位老和尚来自远方，他修行多年，深得众人敬仰。老和尚的脸上带着一抹微笑，眼神清明，似乎什么都能看透。看到李明，他微微点头，走向他身边。年轻人，我看到你在这里独自沉思，不妨告诉我，是什么让你如此困惑？老和尚语气平和地问道。李明抬起头，看着这位素昧平生的老和尚，心中一股莫名的感动涌上心头。他深吸一口气，开口道，大师，我最近一直在思考自己的修行，虽然做了许多善事，佛前礼拜，帮助寺院做事，但生活中总是充满困扰。我一直在积功德，为什么福报却迟迟不来，反而似乎越来越远了？老和尚轻轻一笑，眼中带着温柔的光芒。修行永远不是为了外界的奖励，真正的修行是通过内心的净化与智慧，超越对外界结果的执着。你若只是把修行当作积累功德的手段，而忽略了内心的升华与反省，那无论你多么努力，终究无法得到应有的福报。李明恍若有所悟，但又有些茫然。那么我该如何理解修行呢？老和尚看了看李明，顿了顿，缓缓开口，修行是一种对内心的觉悟。你若能放下内心的执着，去除自我的偏见与欲望，反而能够真正获得福报。你需要了解，修行的真正目的不是为了追求外在的幸福，而是让自己达到内心的宁静和智慧。老和尚的话让李明陷入了更深的思索。他回忆起自己一直以来的修行方式，似乎在外在的表现上做到得体，但内心的焦虑与不安却始终未曾得到平复。他是否过于注重外在的功德，忽略了内心的真正成长呢？虽然他在智慧长老和老和尚的开示下获得了一些启示，但内心仍有许多困惑无法解答。他感到一种无法言喻的轻松，也感到一种隐约的不安，仿佛有什么即将发生，改变他的一生。他缓缓走到维陀菩萨像前，静静地凝视着那尊菩萨像。月光洒在菩萨像的铠甲上，散发出淡淡的光辉，仿佛菩萨的眼睛闪烁着智慧的光芒。李明心中默默祈祷，双手合十，闭上眼睛，轻声道，愿菩萨显现，指点迷津。就在他心头升起这股祈愿的同时，寺院的空气变得异乎寻常的宁静，仿佛连风都停息了。李明微微睁开眼睛，发现菩萨像周围的光芒似乎在渐渐增亮，整个大殿的气氛变得庄严肃穆，仿佛一股无形的力量正悄悄地笼罩着整个寺院。忽然一阵清风拂过，吹得殿中的香烟在空中盘旋，香气更加浓郁，扑鼻而来。李明感到一阵阵的舒适与安宁，他下意识地深呼吸，觉得自己仿佛置身于另一个世界，那是一个超越了时空的境界，一个充满祥和与智慧的空间。就在这时，他的心中突然响起了一个声音，清晰而温柔，带着深沉的力量，仿佛从天而降，却又来自内心深处。善男子李明的心猛地一颤，他知道这是维陀菩萨的声音。他双膝跪地，身体微微颤抖，心中充满了敬畏与期待，恭敬地核实道，菩萨在上，我李明愿聆听您的教诲。善男子，菩萨的声音继续响起，低沉而庄严，你是否知道世间有5种行为，看似无害，却能悄然损耗你积累的福报？李明低头默默思索，心中升起一丝疑惑，我一直以为自己在修行，为什么反而遇到了这么多不顺？难道是我做错了什么？第一，
韦陀菩萨的声音缓缓道：是过于执着于形式。修行者若只是注重外在的仪式，而忽略了内心的真诚与清净，那么所有的修行就变得空洞无物，无法真正净化内心，反而会让你陷入迷惑，损耗福报。李明的心猛地一震，他开始反思自己这些年来的修行。每天他都严格遵守寺院的规矩，准时来礼佛，恭敬地拜佛，心无旁骛地奉行着所有仪式，甚至把自己的一切精力都投入到这些表面的功夫中。他一直认为，只要形式上做得完美，自己就能够积累功德，但却忽略了内心的真实感受和净化。李明心中逐渐有了觉悟，我一直在忙碌于形式，却从未真正审视过自己的内心。我每天的修行似乎越来越机械，心中的杂念却从未被清理。菩萨的声音继续响起：第二种行为是为人处事时缺乏真诚与宽容。信佛之人若心中常怀怨恨与计较，虽然表面上做了很多善事，但这些行为背后的不满与不宽容，反而会让内心积累烦恼，损耗福德。李明的内心猛然一震，他想起自己曾经为生意的失败而怨天尤人，内心充满了不满与嫉妒。他曾经为别人布施，却心生攀比之心，总是觉得自己付出的更多，却得不到同等的回报。他明白，自己曾因这些心态而错过了真正的宽容与慈悲。即便在行善时，内心的不平衡也在悄悄影响着自己的福报。我曾经帮助过许多人，但内心却并不完全真诚。李明反思道，我的布施常常带着期待，心中难免有不满。第三种行为，韦陀菩萨继续道，是过度的自我牺牲。修行者若过度牺牲自己，认为奉献的越多，便能获得更多福报，这是一种错误的认知。修行并非让自己成为无私者，而是要调和内心的平衡。李明听到这句话时，心中一震，他想起自己曾经忙于寺院的事务，常常忘记了自己本该照顾的身体与心灵。他为了显得更虔诚，甚至放弃了自己的健康和休息时间，只为迎合外界的期待。每当他做完一件事，内心的疲惫感却在悄悄加剧，他开始迷失在为别人付出中，忘记了修行的真正意义。修行并非要无条件的牺牲自己，而是要找到平衡。李明深吸了一口气，内心逐渐明朗，我需要放下这些过度的牺牲，重新审视自己与他人之间的关系。第四种行为，菩萨的声音继续响起，带着一丝警示，是忽略自我反省。修行不仅仅是外在的行为，而是内心的修炼。若你过度依赖外界的帮助，却从未审视自己内心的缺陷与错误，那么你无法真正得到佛法的智慧与庇佑。李明陷入了深深的沉思，他意识到自己虽然参与了许多法会，尽自己所能去帮助别人，但每当面对自己内心的缺陷时，他总是选择回避。他并未真正审视自己，未曾深刻反思自己内心的贪欲、嫉妒和不安。菩萨的教诲如同一根针，深深刺痛了他内心深处那个不敢面对的伤口。我一直忙于外界的帮助，却从未真正关照过自己的内心。李明的眼神逐渐坚定，我应该更深入地反省自己，去除内心的污秽与执念。最后，韦陀菩萨的声音变得更加深沉，是心存自负。许多修行者在认为自己已经有所成就时，便开始自负，觉得自己已经接近佛法的真谛。殊不知，这种心态便是福报渐失的根源。李明的内心震动如雷，他意识到自己曾经的心态。他时常觉得自己比其他信徒更虔诚、更努力，曾以为自己修行得很好，已经接近佛法的真谛。他也曾因为自己付出的努力而期望得到更多的保佑与福报。然而，这种心态的自负，却让他逐渐失去了应有的警觉与谦虚。我曾经骄傲地认为自己做得很好，但这其实是一种自负。李明心中满是悔悟，我失去了应有的谦逊，忽略了修行的真正目标。随着菩萨的声音逐渐消失，
李明感觉到一股从未有过的轻松与释然。菩萨的教诲如同一盏明灯，照亮了他内心的黑暗，让他看清了自己一直以来的错误与偏执。此刻，他明白了修行的真正意义，不仅仅是外在的仪式和行为，而是内心的净化与智慧。李明深深地合上双手，恭敬地向韦陀菩萨像行了3拜。他发誓，从此以后，他不再执着于形式，不再追求外在的福报，而是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内心的修行中，放下自负与偏见，做到真诚待人，宽容待己。他默默祈愿，从此他将走上真正的修行之路，向内心的清净与智慧迈进。月光依旧洒在寺院的院落中，李明感到前所未有的平静与安宁。他知道，这一刻他的心灵已经得到了真正的升华，而这才是修行最深刻的意义。如果你喜欢佛学内容，记得点击关注和订阅，不错过每一次深刻的分享和启发。让我们一起探索佛法的智慧。